欢迎收看第656期大讲堂。在去年，也就是2022年底到今年这段时间，在世界社交网络上出现了多段俄罗斯一款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各种军事目标的视频。该款无人机得手率极高，应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自行榴弹炮阵地、坦克和军用卡车等等高价值目标，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而此款无人机的价值跟这些高价值目标相比非常的低，堪称是现代消耗战最高性价比的武器之一。本期武器大讲堂，老白将和大家一起探索这一款来自俄罗斯 Zela Aerial 公司的柳叶刀无人机。柳叶刀无人机是由俄罗斯卡拉什尼科夫集团旗下的 Zela 航空系统公司呢进行研发的。首次公开亮相是在2019年的俄罗斯军队装备展上面，由卡拉什尼科夫集团呢进行公开展出。作为一款呢精确的无人作战系统呢，这款无人机能够在空中实现自主寻找目标，并且自主锁定攻击目标。发展到如今呢，一共有3个版本被发展出来，包括柳叶刀1型、柳叶刀3型以及最新的 Z53 型号。这个产品的一个分布布局呢，跟我们在第649期介绍的美国弹簧刀无人机有几分相似。柳叶刀无人机的整体设计非常的简单，其结构包括头部的制导和光电圆台、机身、动力系统和机翼组成。在前部的圆台内部设计有光电制导和视频制导装置，内部的红外导引头、热像仪等等设备，可以让它在夜间以50到250米的高度沿复杂轨迹避障飞行。光学摄像头则可以实时的传递图像到控制端，进行智能的导航和通讯控制，用来帮助无人机找寻目标。在圆台后部是无人机的机体结构，机体结构采用的是塑料和复合材料制成，里面集成了圆台电路板、碗状高爆药作战部、电池、电机电路板和最后的动力电机组成。在机身上的一个作战部安装了各种类型的弹头其中呢，柳叶刀1型能够携带1000克的作战部，柳叶刀3型呢，其有效载荷能达到3000克，而最新的 Z53 型号则可以达到5000克的一个载荷作战部。一般上面安装的是呢各种类型的高爆破片弹头、温压弹头以及高爆反坦克弹头。一般进行装甲目标打击的时候呢，其装药会选用聚能射流弹头。这种弹头呢，采用追空装药的方式呢进行装填能够将爆炸产生的能量集中在一个射流中再击中目标，并且这射流击穿装甲之后呢，射流会在内部分散开来，对内部的一个有生目标呢进行杀伤效果。其工作原理以及一个杀伤的一个效果呢，我们在武器大讲堂2021年这个系列专辑的时候呢，有做过详细的介绍。当时讲解的是日本的反战车刺雷在我们的武器大讲堂第598期有做过详细的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进行查看往期的内容。柳叶刀无人机的作战部相对于单兵火箭筒来说，本身的打击水平其实稍微不足，其威力并不足以穿透目前大多数中重型坦克的正面装甲。但是得益于是无人机的形态，所以可以机动攻击保护较少的地方，或者是直接攻击大部分的装甲车、炮兵阵地这些装甲保护比较薄弱的作战目标。而柳叶刀机身主体后部的呢，就是它的一个控制芯片以及它的动力系统了。柳叶刀无人机的一个动力系统呢，采用的是电动驱动的方式进行驱动。因为受到国际制裁的影响柳叶刀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信息呢，并没有公开出来，包括它的动力包括它的电机以及电池等等。那么我们通过一些战场上面一些拆解视频呢，我们能看到其电池采用的是11300毫安时的锂聚合物电池进行供电。那么动力电机部分呢，则是从捷克进口的AXI 5330电机进行驱动，然后呢，通过电机驱动一个2叶片的螺旋桨来提供动力。这套动力系统可以为柳叶刀1型提供最大起飞重量5公斤和30分钟的续航实力。柳叶刀3型其续航时间则为40分钟，最大起飞重量为12公斤，可以实现80到110公里每小时的最大飞行速度，而俯冲攻击最大速度则可以达到300公里每小时，在中短距离进行高价值目标的攻击完全够用了。并且柳叶刀无人机选择电池螺旋桨推荐系统，能带来更好的掩蔽性和高效率。第一个是电机相对于油机而言，本身不会产生太大的噪音，也没有油机那样会产生大量的尾气白烟和红外热特征，因此可以非常好的进行掩蔽偷袭正在休息或者是防御松懈的目标。第二个是电机驱动螺旋桨，可以以极小的能耗提供更大的续航时间的同时，还能给图传和控制芯片进行供电，可谓是一举多得，大大的节省了设备零部件的复杂性，提高可靠性。而说到电子芯片
俄罗斯本身的一个半导体工业以及一个电子一个技术水平呢，并不是很高。那么在柳叶刀这么小型的无人机里面呢，如何做到小型化跟集成化呢？那么其处理芯片呢，则是来自于英伟达公司的Jetson PX2 作为其板载控制芯片，以及 AMD 美国公司旗下的一个赛思林 SoC 模块来作为它的一个可编程模块。当然，其中一些电路板一些小型的控制芯片呢，则是来自于韩国的 SK 海力士公司。从这些可以看得出来，其控制芯片呢，大部分来自于欧美国家或者欧美国家有关联的一些所谓的附属国呀，或者一些阵营里面的。那么随着后续的一个西方国家的制裁呢，俄罗斯的这些芯片控制这些元部件获取路径呢就直接斩断了。但是呢，最近你也可以看到，俄罗斯的这些武器的生产以及服役，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相反，它还升级出了更加先进的Z53更智能的版本。那么这些芯片从哪里来的呢？根据一些官方资料一部分就是从旧家电以及一些旧的一些电子元器件里面呢进行拆解下来的。所以呢，俄罗斯会进行进口旧家电或者从第三方的国家通过第三方国家直接进口相关的芯片。而至于是哪些国家，或者是其中的一些大国相关的一些博弈我们大家心知肚明就行，咱就不公开的进行一个详细分析了。同时，为了提升续航和优化空气动力学，柳叶刀无人机在机身前后安装了巨大的 X 型机翼和 X 型尾翼。这套翼面系统参考了导弹空气动力学结构，能够进行拆卸和组装。前后机翼都是可以通过折叠进行储存的，这种方式可方便运输和快速部署发射。巨大的 X 型机翼能够在动力系统不变的情况下，提供更大的续航里程和自控时间。不过，电动电机的配置和续航的要求同样也带来了不少的限制。例如，其巡航飞行最大速度只有110公里秒时，作为一款自杀式无人机来说，柳叶刀的飞行速度是很慢的，所以会带来撞击动能不足，很容易的被网状物拦截，甚至在飞行的时候，地面可以使用步枪进行瞄准射击。所以万物有所得，必有所失。而柳叶刀无人机呢，它本身的制作并没有那么精良，从一些拆卸的一些视频能看到它的一个电路板一些内部的制作并没有我们看到一些民用无人机那么的一个精良。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成本的控制，第二个原因是它是自杀式的一个一次性用品，所以做了那么精良没有必要，只要本身是好用就行了。而现实也证明它确实是好用。一款柳叶刀无人机它的单位价格成本大约在300万卢布左右，按照2003年，也就是今年的10月份的一个汇率呢，它大约是21万人民币。拿几十万人民币的一个成本去攻击或击毁敌人上百万、上千万的一个高价值目标，这是非常的划算的。在使用的时候，柳叶刀无人机通过一个简易的弹射发射架发射升空，而在这之前，空中已经有一架无人机伴随着找寻目标。在飞行的初始阶段，柳叶刀无人机通过 GPS 坐标或者是图像视觉进行引导飞行巡航。这个时候，画面和信息与指挥中心实时交换，并根据指令进行飞行操作，可以是徘徊侦察，也可以是在发现目标之后直接锁定目标。此时，如果伴随无人机发现目标，则可以给柳叶刀无人机发送指令，锁定攻击目标，再进行攻击的末端位置。无人机通过光电自导和视频自导的方式，由遥控人员进行手动控制飞行，类似于遥控鱼雷或者是遥控民用无人机一样，进行调整轨迹，俯冲攻击目标，可以由人工选择攻击的位置。所以这款无人机能够实现非常高的杀伤效率，甚至最先行的 Z53型号已经具备了无人机蜂群作战功能。这个型号以4枚为一组，安装在一个箱型的发射装置内。当这4枚无人机发射升空之后，可实施自动组网、AI 识别、自动搜索、自动攻击的功能。新版本在抗电子干扰能力和反激光能力上面也有了巨大的提高。那目前呢，柳叶刀无人机已成为俄乌战场上面一个非常有力的大杀器在服役的过程中呢，对于乌克兰战场上面乌克兰自有的装备以及欧美国家提供的各类先进的装备呢，毁伤战绩无数其中就包括 M777MSTAB D20这种拖拽式的榴弹炮，当然也包括在战场上面使用的M55S、特64、特72、特80德国提供的A6豹式坦克，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提供的 STRV122等各类型的主战坦克，以及各类型的中重型坦克，以及 KRAB 自走炮和 BM21自行火箭炮都有被它击毁或者击伤的一个成绩。那么乌克兰的近程防空系统S300、9K35、剑10舰层地对空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各类型的装甲车辆和舰壕里面的士兵
所以呢，通过这些战场的表现来看呢，柳叶刀无人机是一款非常优秀的一个高性价比的作战机器，堪称是当时战场上面的天空死神。这些被它击毁的设备价值极高，在这之前，使用巡航导弹和战机攻击换算下来，至少花费上千万人民币才能击毁一个，而通过它仅仅花费几十万人民币就可以实现，可以说是作为打击，为乌克兰提供高价值西方装备的超高性价比装备。当然，柳叶刀的设计本身也存在不少缺陷，大翼展的设计很容易让网状物拦截，再加上飞行速度不高，敌人非常容易抵挡住它的攻击。所以在经过大量的装备损失之后，乌克兰方面在今年春天以来，开始在炮火周围、装甲车辆周围安装建造大型的笼子，使用铁丝网、铁棍，甚至是木头作为材料，这些设计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目前，这款无人机正在大量的生产并应用在战场上面，并且对生产的环境以及工厂的需求并不是很高，甚至在商场、民用工厂都能够生产，所以其产量非常的多，主要是服役于俄罗斯。近期的巴西也在考虑引进柳叶刀无人机在本土服役生产，而战争是催化剂，俄罗斯在战争的过程中也对柳叶刀进行了升级，升级版本的柳叶刀飞行时间延长到1个小时，弹头重量超过5公斤，威力更大，同时配备了更大的弹头和新的光电制导系统，机翼也换成了可以折叠的全新机动布局。这种机翼布局结构采用45度倾斜、轴对称的4翼面设计，取消了尾部拥有稳定飞行的 X 型尾翼，平时可以折叠储存在发射筒内，在发射筒发射后，4片机翼旋转90度展开，整体的翼面的展前比较小，能具有更强的机动性和突破防护能力。因此，乌克兰士兵之前的防护手段或许会部分失效。那么战争催生出了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呢，又催生出了更高等级的战争。美国提供的一个弹簧刀无人机呢，也在乌克兰战场上面呢进行大量的服役跟使用。所以呢，实战催生出了科技的发展进步，而这种战争也让科技的进步呢，又反腐到战争的一个升级随着未来肯定是一个科技的一个战争。那么美军呢，也在俄乌战场上面呢，提供给乌克兰大量的弹簧刀无人机，这2款无人机呢是属于相当于类型一样的一个定位的。那么孰优孰劣，我们只能在战场上面让他们一决高下了。好了，本期的武器讲堂呢到此结束，更多交流视频欢迎关注武器讲堂翻看我们往期的一些相关内容。我们下周5再见。